系统梳理中华文化，给你真正文化自信。你害怕过年吗？小时候我总盼着过年，因为又可以长大1岁了。可现在却越来越不敢过了，因为我又老了1岁。你肯定要说，我的生日还没到嘞。话是这么说，但老一辈可不会这么想。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只要过了年，只要翻开一本新黄历，大家就通通长1岁。那么问题来了，在历法诞生以前，特别是原始社会的先民，他们知道自己多少岁了吗？确实在最初，我们的祖先曾经不数日月，不知40，后来通过观象授时，才慢慢形成了年月日这些时间的观念。要说最准确的观象方法，当然是观天象，记录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走满1圈就是1年。但对于还处在自然崇拜时期的原始先民来说，显然是太为难了。其实所谓观象授时的象，不只是天象，更多的是物象、气象。因为物象和气象是人们亲身就能感受到的，与生产生活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比起那遥远的天象来得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所以最早的观象授时都是通过观物象和气象完成的。比如先民们看到树叶黄了就掉，掉了又长，绿了又黄，一次一次循环下来，就会慢慢悟出年的概念。离离原上草，1岁一枯荣。古代游牧民族就是以草的枯荣为1年的。类似的，古代藏族是以麦子成熟的时刻作为岁首，台湾高山族是以粟的收获周期为1年。你看年这个词的甲骨文和金文，像不像谷穗成熟、果实丰收的样子呢？除了谷物，还有用花鸟鱼虫的。台湾许多民族就曾经以刺桐花开为1年，每当刺桐花开，就要共同庆祝新年。吉林松花江流域的赫哲族纪念方式更奇特，他们发现有种大马哈鱼每年定时从海入江，所以就以吃1次大马哈鱼为1年。如果一个人已经60岁，那么他在报年龄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吃过60次大马哈鱼。既然物象能用来纪年，那当然也能纪月纪日。好多古籍诗文就给月份起了许多花名，什么杏月、桃月、荷月、桂月、菊月、梅月，一听就知道是哪个花开在哪个月。忌日的话，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瑞草叫冥荚，传说尧帝墓前的土阶上长满了冥荚，从初1到15每日结1荚，从16至月中每日落1荚。更神奇的是，如果遇到小月，最后1荚只会枯萎而不会落下，这样它就能用来记每月的日子了，相当于一份天然日历。当然，只有年月日的物象特征肯定是不够的，起码还不够用来种田。对靠天吃饭的上古先民来说，能区分4季、标志农时的物候才是最重要的。正如之前多次提到的少昊时期的4个鸟冠，就是用候鸟的迁徙来划定分治起弊，也就是2分2治。还有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常有的8风系统，因为这些地方季候风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就用从8个方向的风来标志时节。不过一般农家用的就没那么系统，但也是相当实用。比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人，他们的古老日历里就有介宝树、法宝花、几个老鸟、拉茶巴布鸟这些重要的动植物。当介宝树的叶子落完了，几个老鸟开始叫了，就该上山砍树除草了。等苦笋发芽，拉茶巴布鸟叫了，就该烧荒了。等介宝树开白花，就撒苞谷；等法宝花开花，就种玉米和棉花。上古先民们就是这样观察着身边花草虫鸟、风霜雨雪来区分季节、安排农事，形成了最早的以物候为标志的计时体系——物候历。不过物候这东西吧，虽然便于观察，但地域问题是个硬伤，地方只要一大，物候就容易失灵。这也正是后来颛顼帝命崇黎绝地天通的故事。就像之前说的，绝地天通就是用天文历取代了物候历，用适用范围更广的天象作为了历法的标准。但物候历毕竟也用了上千年，哪有那么容易就被淘汰呢？有经验的农夫可以从一朵云彩推测天气，从一声鸟鸣确定农时。这种农夫式的智慧可是先民们从大自然中获取的宝藏，是最方便的时间工具。
所以天文历的时代开启后，各种各样以物候计时的经验也被继承了下来，并载进了历书。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夏小正》就是这样。虽然每个月的开头都记了几个天象，但更多的还是物候的记录。如正月的星象有居泽县、初婚、申中、斗丙、现在夏这3条，而物候就有雁北乡、至正构、启折、于至复兵等等15条。全文只有400多字，却包含了60条物候。天文、物候再加上农事活动的指导，这才是当时历书的完整内容。不过夏小镇里的星象和物候记得不系统也不规整，有的月份多，有的月份少。而我们后世常用的物候标准，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是72候。最早的完整72候见于《吕氏春秋》的12纪，而这部分又是以《礼记·月令》为蓝本的，所以我们来看月令。这里的记载就比夏小镇规整多了，每个月开头都会写一句标准的天象，然后再来一句物候，接着再说人事活动。写完这个月再写仲春、季春，一年12个月都如此排布，把天象、物候、农事、政事完整统一起来。这种格式题材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礼记》后来被列入4书5经，成为了科举必读之书，所以后世很多农家历书都是以月令为原型的，把一年里该做的事都逐月的加以安排。但是如果依照月令，也就是以阴历月份为时间轴来行农事，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阴历的月份是由月亮的朔望而定的，而农时的活动跟月亮无关啊。只有沿太阳运动设定的24节气才是农时最准确的标准。第一个真正把24节气和72候对应起来的，是从战国墓中发现的一周书时训节，每5天为1候，每3候1节气，相当规律，整齐划一。接着北魏的郑光历又将72候正式载入官方历书，此后各代的历书也都把24节气和72候以及相应的农事活动编了进去。但民间的农家历书有这么对应的，还得到元代的王征农书。王征在书里设计了一张授时执掌活法制图，一改以前的惯例，以24节气为时间轴，中间的北斗指向就是24节气的天象标准，月份也是按节气划定。正月从立春开始，每个月2个节气，每节气3个候，每5天为1候，每个候还跟了相应的农事活动。这样一个大圈，就将星象、干支、4季、12月份、24节气、72候、生产生活全都囊括起来，灵活而紧凑地连成了一体。王征自己评价说，官方的历书因为阴历月份的问题，每年都要更新一次，而这张授时图千岁日可至，灼灼如诗归，灵活通用，这是其活法制图的活法所在。这是日常感叹古人的智慧啊！咱农业大国可不是说说而已。其实像这样把物候历融入历书指导农事的是很少见的。古时候世界各地都会凭借星象来表示时节，但很少会像我国古代一样把自然界动植物和气候环境的变化关系都联系起来，更别说总结出24节气、72候了。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就是这样的，就像阴阳五行包含万物那样，中华民族坚持把广大宇宙和万物运动都当作一个整体来统一研究。历法也是以天象为基础，以物候为表现，以农事为目标，而构成了这个天地人动态系统，这是我们天人合一价值观的最生动的证明。好了，了解了24节气和72候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我们就以4季为线索，展开讲讲它们具体都是什么吧。我是国风学子木子欣，记得关注，一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